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跑男节目外的惊喜，白鹿素颜亮相，展现30岁真实状态。提及综艺节目，当下着实是数量极为繁多，即便是用双手去数，都难以尽数。在这些综艺节目当中，存在着大量属于综艺代的节目，而且这些节目做得极为出色，热度收视率一直都非常高。其中要说最受观众青睐的，讨论热度最高的综艺，实则称得上是屈指可数的那几个。此次咱们需要来讲一个极其老牌的综艺节目，那便是跑男。在最初从国外引入这档综艺的时候，其效果着实极为显著。然彼时的嘉宾阵容着实极为豪华，乃至可以讲那样的阵容能够将任何一档综艺都带动起来，使其走红。现如今那批老成员已然一个接一个的离去了，观众对此依旧深感颇为惋惜。尤其需要提及的是邓超、陈赫以及鹿晗这3位，他们同样也是常常被提及的铁三角。时常会有一些人提及当下的跑男不好看之际，往往就会宣称是由于缺少了这3位成员，甚至有人宣称倘若没有这3位就不再观看了。实际上我觉得跑男当下是否像以往那般具有观赏性，压根就和邓超、陈赫以及鹿晗这3位毫无关系。说句不太中听的话，即便当下把这3位请回来，再把 Angelababy 请回来，那也难以达到以往那样的效果了。随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，科技持续取得进步，近些年来综艺的发展态势极为优良，观众已然观看过数量颇为庞大的综艺，如此这般便会引发一种审美疲劳之感。这就犹如当下回过头去审视前3季的节目，倘若抛开情感这一方面来讲的话，也会觉得已然不再像当年观看的时候那般令人着迷且上头了。实际上当下这个嘉宾阵容已然称得上极为奢华了，李晨、郑恺、沙溢、宋雨琦、白鹿、周深、张真源、范丞丞，既有着能勾起回忆杀的李晨和郑恺，又有充满搞笑氛围的沙溢和范丞丞，还有承担营造氛围作用的周深和白鹿，再者具备流量的张真源和宋雨琦，试问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？说白了，即便是让众人在整个娱乐圈的范畴内随意进行人选的挑选，想要选到比这般更为出色的阵容，也是极具难度的。毕竟有些人只是部分网友觉得适宜，这只不过是属于个人的喜好罢了，从整体上来看，已然算得上是极为平衡的了。倘若非要谈一谈如今这阵容所缺失的东西的话，那便是整体的运动能力稍微欠佳一些。在往昔之时，李晨和郑恺其中一人是力量方面的担当，另一人则是速度上的担当。可是现今呢，他们2人都已经迈入了年长的阶段，在力量和速度这2个方面已然远远比不上往昔那般强大有力了。倘若非要谈及当下这个阵容中究竟谁的体能更为优异的话，那也就唯有年轻人张真源以及宋雨琦了。在万众满怀期待之时，全新一季的《奔跑吧茶马古道篇》正式开启播出啦。在观看完首期节目之后，网友们的评论着实展现出了极为显著的2极分化的态势。有些人觉得这个节目极其精彩，不但能够观赏到常驻 MC 们的嬉笑玩乐，还领略到了众多的人文美景，简直是太完美啦。有些人却觉得笑点不够充裕，致使整体颇有些像纪录片的模样，乃至在节目尚未开播之时就遭到他人诟病跑男变成了走男，并且还登上了较高的热搜位置。当然，我觉得即便该节目不太具有观赏性，相较于其他的综艺节目而言，那也是强出非常多的。众人从这期节目播出后的收视率便可清晰知晓，观众着实极为乐意去追看，不然的话也不可能取得收视率夺冠的佳绩。
在这期节目当中，常驻的 MC 仅仅来了5位，分别是李晨、郑恺、沙溢、白鹿以及张真源。与此同时，还有3位飞行嘉宾，也就是沈晓婷、程美和谢依霖。每逢每年跑男播出之时，众多网友通常会极为关注女嘉宾在节目中的状态，尤其是白鹿，毕竟她属于该节目的常驻嘉宾。此前存在像 Angelababy 这样的竞争对手，时常会被拿来进行对比。此次的常驻嘉宾仅仅只有白鹿一人罢了。虽说不存在相互比较的情形，但她的状态还是被网友给捕捉到了。跑男中的摄像到点了却不进行下班，白鹿的素颜被曝光了，这难道是一个人在30岁时所应有的状态吗？在这一期的节目中存在着一个极为特别的安排，那便是将常驻嘉宾安排在了同一栋别墅里，这对于白鹿这位女生来说着实是相当不友好的。为求便捷，白鹿被安排在了1层。为了让自己能够得到放松，她一结束工作就立马去进行洗漱和卸妆。此时此刻，李晨依旧在客厅里吃着泡面，与此同时，张真源也还没有休息。原本镜头所聚焦的乃是客厅正中间的位置，也就是李晨和张真源这2个人。当看到白鹿从房间中走出来之时，镜头立马就聚焦到了白鹿的身上。当摄像大哥将镜头对准了自己之际，白鹿即刻娇羞地说道：“还在工作呢，等下班吧。”从白鹿所说的话中可以听出来，按照正常的时间来估算，摄像人员按理早就应该下班了，此刻只会留存一些位于房间内的固定摄像机在进行拍摄。正是因为摄像大哥多加班了一段时间，观众这才能够看到白鹿素颜的样子。从镜头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白鹿的肌肤着实极为白皙，尤其是在与李晨进行对比的时候，白鹿的面庞以及腿部都白得好似在发光一样。对于女人来讲，30岁着实堪称是一道坎。30岁之后，肌肤的状况会展现出极为显著的急剧下滑态势。衰老对于女明星的面庞似乎仿若不存在一般，即便已然30-40岁的年龄，她们的皮肤状态却宛如20岁的小姑娘那般。白鹿长得极为出众好看，不管是现代的装扮还是古装扮相，都能令人为之痴迷沉醉，一旦追逐起来便难以停下。除了颜值颇高且身形优美之外，白鹿的精神状态也是极为出色的。在每一次跑男的录制过程当中，只要白鹿现身，就会给观众带来一种能量，让人们观看之后会极为开心。当遇到一些颇为有趣的事情之后，白鹿总会毫无拘束地放声大笑，简直开心的就如同一个孩子那般。或许恰恰是因为白鹿这般开朗的性格，每日都开怀大笑，致使她仿若如同被冻住了年龄一般，始终都维持在20多岁的状态。白鹿此次的素颜状态着实让我深感惊艳，着实未曾想到一个30岁的女子竟然能够拥有这般状态。见到这般白鹿之后，我觉得她依旧具备出演几十年偶像剧的能力，这般状态哪怕去饰演学生也是极为合情合理的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